我当时吓了一跳，我真的是懵了。那可是军事机密，我哪里搞得到这种东西啊？是他跟我吹过牛，说认识日本宪兵队的司令官，还会说几句日本鬼子的话，所以我才信的。觉得韩先生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，能和韩先生这样的人交上朋友啊，我也觉得好骄傲，好风光的。日军伪军通吃，所以我亲戚才托我办了这件事情。可是没想到这件事情还会这么的难。我以为多大的事啊，原来就是这件事啊。娜娜，这可是你的不对了。虽然我不懂打仗，但是我可知道这兵力部署图是机密文件啊。韩先生就是再有本事，跟军界的人再熟，也没有可能拿到这种东西啊。可是是你说你知道那个图上的内容呀。是这样的，在日军的宪兵司令部里，的确有一张太湖的兵力部署图。我和宪兵司令官原田中佐也是好朋友，因生意上的事情，也常到他那里走动走动。也有货物要走水路进进出出，但是我发现太湖周围所有的水道都有日伪军严守，任何船只没有宪兵司令的特许是绝不能通过的。真的？我的确是在宪兵司令部里亲眼看到的。日军的兵力部署10天半个月更换一次，我看到的就是最新的兵力部署图，一点没错。娜娜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好了，韩先生，你也就别再说了。黄老师，娜娜，这件事情只能在这里说说，而且只能我们3个人知道，千万不能传到外面去啊。莎莉娜，你这第2回合还是蛮精彩的啊。精彩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没能解决问题。哎，那起码避免了很多问题的发生，是不是？还是值得庆贺一下的啊。校长应该请客才是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请客啊！我请你们喝茶啊，专门为你们弄来的好茶。娜娜，你那个什么，不会就此开始了吧？什么呀？还装？就是你跟竹子先生，那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来，啊，都有了哈。来，你们俩也喝上啊，喝上好茶啊，咱们就各抒己见啊。有了好茶喝，你们就谈谈你们的想法。你应该说品茶，那就更好了。啊，品？哎，那我倒要考考你，你现在品出是什么茶来了呢？不知道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这可是我们家乡的好茶，虞山茶，那是当年进贡给皇上喝的，啊，你们今天有福了。指导员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水路不行，我们可以改走陆路吗？你说下去。水路毕竟就那么几条，鬼子很容易实施全面的封锁，陆路就不同了，陆地上可选择的道路多，且四通八达。鬼子那点兵力，就是全铺开了，也不可能把道路全部封死，必然有盲区。我们刚好利用这些盲区伺机通过。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往哪儿通过？怎么通过？通过以后怎么往长江上走呢？这些我还没有想好，我是怕你着急，先抛砖引玉吧。你抛的就是一块破砖，笑话，还走陆路？整整4船的武器弹药，你用什么运？用你的小肩膀抬着通过鬼子的封锁区吗？这可不是在你家里安一个爆炸装置那么容易。你还有闲心想这些事情？多考虑考虑，等袁部长来了，怎么跟他解释你那些疑点吧。切！我不太同意上官的意见。最大的问题是，就算陆路可以走，
我们拿什么交通工具来运送这4船军货？马拉肩扛？不现实吧？于慧，别不说话，我想听听你是什么想法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能解决吴越南说的交通工具上的问题，我建议走许树关出无锡。从地理上讲，走许树关出无锡的优势我就不用跟大家多说了，因为大家都是无锡人。关键是把守许树关的部队是黄狼警备司令部的直属特务营。黄狼的直属特务营，说明什么？黄狼手下有个副官姓陈，是这个特务营营长的堂房哥哥。这个陈副官呢的父亲身体一直不大好，曾请我父亲过去给他看过几次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上次？于小姐，我父亲今年70了，身体一直不太好，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请于老先生抽空给他把把脉。你有印象吗？就是这个陈副官，他对我呀一直感激不尽呢。有印象，就是咱们上回去西江码头，侦察电台船那次吧。上次我们去黄狼警备司令部体检，我发现这个陈副官对二姨太比对黄狼还要毕恭毕敬、言听计从。我又是二姨太的贴身保健医生，他拿我是既当神医又当挚友，无话不谈。我要说的就是这些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身边有这些关系，看看我们以后能不能用得上。行，我现在明白你的这个意思啊，你说的这个意思啊，那是非常有意思。哎呀，刚才还是没什么路可走啊，现在有点开窍了。这些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，但都可能止步于我们没有大型的运输工具走陆路来运送这4船军火。要知道，这是一个很现实，但是也是很棘手的问题。但起码我们多了一个思路吧。上官关于走陆路的想法，我觉得还是有建设性的，起码起到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吧。谢谢。骡子，你辛苦跑一趟，到店里边去搞点吃的来，大家随便在我这儿聊聊啊，集思广益，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点子和想法。今天咱们能不能去店里吃啊？没必要啊，店里边人太多，又耽误时间啊。去吧。我想单独跟你说。什么？分开走，免得引起他人注意。走吧。走啊！怎么回事啊？现在正是夜市的时间，怎么？本店今晚停业，明天照常。什么情况？谁让停业的？你推门进去看看，不就明白了吗？
海云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，湘君。怎么样？今天为了庆祝你的生日，我包下了整个酒楼，还请了你这些朋友们，跟你一起庆祝生日。喜欢这氛围吧？我都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了，我都4、5年没过了。谢谢。谢什么呀？给你过生日，天经地义，又不是头一次了。可你应该跟我商量一下，弄得我们大家都挺被动的。跟你商量就没这出戏了。啊，不被动，一点都不被动，我倒觉得有点惊喜。你看，大家在无锡能赶上你的生日，那这不是一种缘分吗？哎，我看啊，应该好好的庆贺一下。我呢，作为你的亲属，并代表你的亲属向你表示祝贺，也对荣公子这番盛情，啊，表示感谢。你看，现在像这样的男人，基本上都是，我是说，像这样的男人，基本上要凤毛麟角，难能可贵，好男人啊。还是王大哥会说话呀！我今天要特别感谢王大哥，要不是您鼎力支持，那我这份所谓的盛情，小鱼儿恐怕也无从体会了。原来你们俩刚才偷偷摸摸的。那荣公子他拿我当大哥，我必须要成全他的一番美意嘛，是不是？荣公子今天的排场和用心，谁比谁心里更有谁自己心里清楚。在说什么呢？什么谁谁谁的？月娥姐姐今天说话一直都是怪怪的，听都听不懂。哎，好，大家入席吧，别站着说话了。月娥，下面就看你的绝技了啊！放心吧，保证大家满意。大哥，你们不是能喝吗？怎么又不喝了呢？行了，别喝了。你们看，放心，小鱼，你不用担心我，而且我告诉你，忠言逆耳，你不让我说，我也得说。你跟那个池
池北吉，那小白脸不要再来往了，真的。不出1个月，你信不信？他一定会败下阵来。你就是我的，咱们俩是青梅，是竹马，我们是原配，哈哈哈哈，原配。来。啊，来，老弟，吃点菜啊，没事，一会儿就下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把这个喝了。哎呦喂！谁允许你让荣香君包迎宾楼给我过生日，结果弄这么一出？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，吴越南除了有个交通站情报员的未婚夫，还有一个资产阶级的青梅竹马原配。退1万步，给我过生日，他是好心你成全他。哎，那咱能不能小范围，就你我他，点个蜡烛，切个蛋糕，喝杯葡萄酒，叙叙旧，不可以吗？你叫特遣组来做什么？苏北部队里你我有一堆战友呢，你怎么不挨个叫他们来呀？你索性把池北吉也一起叫来，那多好啊！你可以彻底给他弄个下不来台，你心里岂不是更痛快？就算你对池北吉有1万个看不惯，你又有什么理由来乱点我跟荣香君的鸳鸯谱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娃娃亲，尚且都无法把我跟荣香君拴在一起，你这个月下老人怎么就不明白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少喝点啊！对不起啊，王大哥，今天让你们看笑话了。不过，我不会的，不会跟他计较的。我怎么会跟自己的原配计较呢？如果计较了，那就不是两小无猜了吗？对不对？是，不这样的有道理。哎，好了。那你听我聊一段，咱们再喝哈。我一会儿陪你喝。我也知道你今天呢是酒不醉人人自醉，是吧？这心里边呢既高兴也有痛苦的地方。这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，是吧？但是我跟你说啊，老大哥跟你说一句，有些话咱真不该当着大家的面对小鱼说。小娘驴嘛，面皮子薄，啊，吃不消你的，知道吗？你说弄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啊，我真的都有点后悔，不该硬拉着小鱼来过这个生日了。我们大家后悔了。不，王大哥，绝对不后悔。我不后悔，我就是要当着他的面，当着他的所有的朋友的面，我要告诉他，荣香君才是他原配。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改。对吧？我告诉他，王大哥，您为人四海，够仗义。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。王大哥，您不是跑单帮做生意吗？对。咱们今后一起做，有生意一起做，好不好？咱们就这么说定了。你这么大的老板能跟我做什么生意啊？行了，少喝点啊！你说的话明天就忘了。好了，住哪儿？送你回去啊！不早了。王大哥，你给我打哈哈。我这人说话不开玩笑，我很认真的。我跟您做生意，咱们就做生意。您不是跑单帮吗？对啊。从明天起，我就告诉商会给您下单子，我让您跑，我跑到您跑不动为止，您信不信？明天我就……老弟，哎呀，你还真让我跑不动，你自己都动不了。没事。怎么办呢？也不知道他住在哪儿。
住哪儿都别送回去了，老王，就送你那儿住一宿，等明天酒醒了再说吧。就我那单人床，你这，那楼上还一个呢。兄弟，多情总被无情恼，男儿一醉为红颜。荣公子还是挺让人敬佩的。你行了行了，你就别伤春悲秋了啊！行了。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。两小无猜，情若在，才是人间好时节。行了，坐好了。完了，我这又醉了一个。我只是触景生情罢了。好了，坐好了啊。挺热闹的。挺漂亮的。6号。8号。前面应该就是了，咱们要不要敲门进去看看里面有没有人啊？非但不能敲门进去，连脚步都不能停下来，防止周边有敌人的耳目。走马观花能看出什么名堂来？无非一袋普通的院门而已。要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，那我们就到对面的店家里和老板聊聊天。要真有荣将军所说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兴许老板能知道点什么情况。好吧。好了，咱们去喝杯咖啡吧。从木都回来，你这一路上都不说话，你不憋得慌？哎呀，我这都快憋死了。其实，你想想啊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小鬼子和伪军哪天不抓人、不封门、不抄家呀？我们今天所见，也只是他们一次的行为而已。你想想，这也说明不了什么。所以我劝你，就不要想太多了。可是那个大门上那2张封条，说明鬼子在东大街10号的确抓过人。这证明荣将军说的是实话。一旦他的话有了可信度，我就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。客观的说吧，荣将军所说的整个事件，今天我们得到证实的，也就是小鬼子在东大街10号抓过人这一部分。至于说池北吉当时是否就在现场出现过，我想还需要证据就来证明。哎呀，这种事情啊，也不是谁嘴上说有就有的事情，是吧？别多想了。池北吉会不会被列为怀疑调查的对象啊？如果按照你说的这个样子，那所有在敌后工作的同志都可以被列入怀疑调查的对象。我王德才就算一个。哎，我当时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时候，那是经常和敌人一同出入各种场合，比如阿三，还有鬼子驻沪部队搞后勤的军官，还有南京汪伪政府的汉奸。你要是不认识我的话，那你肯定把我当汉奸无疑。也多想啊，在敌后工作的同志都是这样。你想啊，他要不是跟敌人打成一片，甚至交为朋友，那他怎么可能潜伏在敌人的身边，甚至内部？
搞情报、搞军需呢？是不是？你这么一说，我心里就踏实点了。这就对了嘛。唉，你要知道，在敌后工作，对同志的信任尤为重要。要不然你看见谁，你都像叛徒，像坏蛋，那你说这个工作怎么做？那将寸步难行。但是有2种情况，必须要引起注意。什么情况？第一，你亲眼所见，某一位同志身上有疑点，记住啊，必须是亲眼所见。第二，你特别信任的同志，告诉你，另外一个同志身上有疑点。但是你想想，现在这2种情况在小池的身上都不具备，所以你就不用担心。扫帚决定，太湖4船改水路为陆路秘密转移。经许树官出城，望速派精干兵率10余人前往太湖护卫军火转移。判副：栀子花。发了，等着回电。眼下这个形势，真是不等人啊！水路绝对是行不通了，目前唯一的选择，只能是陆路。可是要想走陆路的话，你说这没有大型的运输工具，怎么走？之所以把这个荣公子给拉进来，就是因为他有几台5吨重的大卡车，还有他跟小鬼子的杀父之仇。当然，我也知道你们几个认为我这么做有些冒险，我呢也能够理解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我的这个冒险那不是盲目的。我要是不是知道这个龙公子跟小鬼子有着如此的深仇大恨，你说这步棋，我也不想走啊。我完全同意指导员走龙公子这步棋。其实除了这一点，我还觉得，现在是特遣组开会，你不能拦着我。我说龙公子跟你没关系，是不是？现在我可以放心说话了。其实龙公子除了跟日本人有深仇大恨之外，还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信任的。我从小跟他一起玩大的，我特别了解他，他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，重感情。那到现在还死盯着我们的吴组长呢，所以光看这一点，就基本上可以说明天底下男人基本上都说死光了也不合适。哎，扫帚，上次你怎么说来的？毛手毛脚的。其实我知道，凤毛麟角，对不对？这样的男人，这么一个大老板啊，说句实话，女人，漂亮女人。他是想要多少有多少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他随便找一个2奶、3奶、10几奶的，那都是毛毛雨。行了，都说跑题了。还有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也是女性，别总说话歧视女性。可是呢，他还是一直从国外追到了国内来找我们的吴组长，这种花痴是很少见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人可靠。完了。奇怪嘞，个荣公子和鬼子怎么会有杀父之仇的啦？你这个问题问得好。我今天想说句实在话啊，咱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，谁都没有荣公子更恨鬼子。啊，我说的是家丑。他的父亲是一个有名的爱国商人，德高望重，就是为了拒绝小鬼子征用他的这个纺织厂生产军需备装，老人家就毅然决然地把这工厂的机器全都给拆毁了。最后，这小鬼子竟然用乱枪把他老人家就那么活活地打死在街头。你说，谁听到这样的事情，不会恨得咬牙切齿、义愤填膺？
你们是没有看见龙公子跟我说起这事儿的时候，那2只眼睛就是在喷火。所以我觉得，像他这样的人，值得我信任。就算是冒险，我想也要把他拉进我们抗日的队伍，啊，大家共赴国难嘛。那他现在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份了？啊，当然不知道，我还没有告诉他。我想再考察他一段时间，等到这次军火转移成功以后，我再向他最后谈判。那你有跟他说明这4船军火来历了吧？帮助抗日武装运送军火，打鬼子。下午，我跟月娥往无锡老家打了一个电话，老夫人几乎是哭着跟我说了湘军父亲被害的事情。从他们家对我的养育之恩来讲，湘军的家仇也是我的家仇，杀父之仇。还有我也是。是啊，每个人都有仇。好啊，那我们一切准备基本上就绪了。对了，于慧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很顺利，而且过许书关最重要的东西马上就要搞到手了。你说的是通行证？没错。这件事情说起来其实挺有戏剧性的。黄狼这个人，怎么说呢？我觉得我们从今往后可以重新认识他。那你说给我们听听。哎，好。哎，石老板，你看每次都给你添麻烦，心中不安呐，这个。哎，你说严重了啊！倒是小弟应该感谢你和龙公子时常关照我的生意，还不许我给你们打折。哎，这明摆着是挑我发财啊！你看看，就是那个人，他就是赤尾金，能看清吗？看到了，眉清目秀，气质儒雅，过眼不忘。不忘就好。你说慢走。慢走，李叔。都看清楚了，吕金丹。啊，看清楚了。刚才还得多谢黎叔的配合呢。是这样，我听我的同学介绍您了，说您是上海滩上私人侦探界的佼佼者，能把您请来也是我的荣幸了。好，过奖了。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配合你的。但我只有一个要求：搜集所有关于赤背吉做汉奸的证据。期限呢？你看50天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或者还能更短。那太好了。吕侦探，有件事情我必须开诚布公地告诉你。您说。您的前任韩侦探已经被刺杀了。我怀疑这个凶手就是赤背吉。这倒是有点意外。是啊，我也觉得很意外。如果您方便的话，我还希望您把他刺杀韩侦探的证据也一并找来。那荣老板就确定赤背吉是凶手了？应该是的。我之所以说是应该是的，就是因为没有证据。明白了，我会竭尽全力的。吕先生，你可要多多注意安全呐，这个人绝不会等闲的。谢谢，我喜欢跟高手过招。这里面是关于赤背吉的基本材料，也是韩侦探用命换来的。你拿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吧。行，那我就告辞了。明天开始工作。辛苦了，李叔，送一下。
喂，洪经理吗？啊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可以。啊，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怎么样？刚跟洪经理通过电话，他都安排好了，明天就搬家。明天就搬？这么快？可惜了，这么好的地段啊！没办法呀，这让我们眼下跟池北集门对门，隔街相望。这过去是方便，眼下就可能是危险了。我担心韩侦探遇刺之前可能会跟池北集说过我们，如果是那样，那我们真就被动，甚至危险了。你的担心是对的，荣公子。不过，根据我这一天的观察，还有刚才对他旁敲侧击来分析啊，韩侦探应该没跟他说起过我们，不然早出事了。有可能吧。不过你别忘了，小鱼和王德才前几天就跟我说要到咱们商会来拜访，你说我敢让他们来吗？这跟池北集……哦，那就办吧，不然全乱了。是啊，那就等商会乔迁之喜的典礼上啊，把他们在一起请过来。对了，荣公子，前几天你们谈的怎么样？谈得好啊，出乎意料的好。怎么讲？不怕你笑话里说，我原先的确是想有机会多接触小鱼，才让这王德才到我们商会来当这个运输部长。这样我想不但是一举双得，也许还是多得的事情。现在看来真是天意啊！我觉得王德才这人非同一般。你觉得他会不会是我们一直要找的那个北斗？哎呀，说好了咱们一笑的钱，你们也不给我放水。是不是？我今天是不是最多了？这也真是说不清。哎，这严部长什么意思啊？你认识何言？是，算认识。栀子花小姐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事情？能不能拜托你，本着团结的目的告诉我，不要太神秘了，好吗？你不知道的事情不意味着就神秘，而且要不是袁部长今天在电报当中提到了何言，我依然不会让你知道我跟他认识。不同的世界，岁月让我明白彼此的差别，在错的时间，在对的地点，谁也无法改变。风没听到我在哭泣，雨没体会我的焦虑，剩下的只有各自都是你，最后孤身远去。我不想哭，我不能再继续，
完美。